这位可能是你见过的最倒霉的人。这个女士刚在马路上走着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突然下起了雨。一辆公交车经过，溅了她一身水。她踩到一个易拉罐，结果直接摔倒了。她还没爬起来，就被一个广告牌砸倒了。就在刚才，她交往1年的男友提出要分手，分手的理由竟是她太倒霉。这个女人名叫吴以顺。这一切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讲起。小时候，她的妈妈带她去算命，把生辰八字交给一个算命的老婆子。老婆子发现以顺和她的儿子毕利居然同年同月同日出生。毕利从小体弱多病，五行缺土，生辰八字只有一半。以顺和毕利是命运共同体，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，一方幸福，另一方就会遭遇不幸。当毕利询问以顺那块吊坠时，以顺说那是守护符，不能取下。下山后，毕利的母亲告诉他，世上并无鬼神，但那守护符不知怎的出现在了毕利手中。从那时起，他们的命运开始逆转，以顺的家庭渐渐破碎。毕利玩游戏时总能得到传说级武器，等公交时头顶的玻璃突然破裂，而另一边的毕利却异常幸运，他们一起走路时都摔倒了。毕利头上沾了一张大钞票，而以顺摔了一脸泥。毕利一直带着那块守护符，渐渐地成为了顶尖的流量明星，屡获奖项，手软。以顺作为一个编剧，写了18年的剧本，却始终无人赏识他的才华。这天，毕利刚从国外回来，他打算在国内拍摄一部新剧。毕利到了餐厅，遇到了新剧的编剧齐恩英。恩英正要向毕利介绍剧本内容，但由于之前有过节，毕利不同意参与这部剧。恩英一怒之下拉住毕利开始争执，经纪人急忙让毕利先离开。这时恩英给以顺打了电话，原来这部新剧本是以顺写的。恩英利用自己的名气帮助以顺发展，他们约定开拍后会署上以顺的名字，但恩英并没有这么做，他只是不断催促以顺完成第2集的剧本。这时以顺看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，这个男人拿刀架着一名女性走过来，恰好走到了毕利的车旁。毕利看到刀片后，因为胆小不敢出来。这时以顺出场了，他直接跨越栏杆跳了下去，冲过去，结果被按在了车上。他让那名女性先跑，在随后的扭打中，他打开了车门。毕利恰好从车里摔了出来，由于他是大明星，他把塑料袋套在了头上。他们2个都不是鸭舌帽男的对手，鸭舌帽男挥刀向他们攻来，刀直接刺在了毕利的肚子上。拔刀时，毕利的守护符掉在了地上，毕利吓得直接扑向守护符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们2人的命运再次开始逆转。这2人是命运共同体，他们同年同月同日出生，但如果一方幸福，另一方就会遭遇不幸。以顺写了8年的剧本还未成功，而毕利却如同开挂般逐步成为顶尖的流量明星。这天是他们2人首次见面，结果遇到了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。这个男人一刀刺向了毕利的腹部，并且割断了最重要的护身符。但毕利醒来时，他完好无损。这时助理走过来，告诉毕利他并未受伤。原来是以顺当时空手接住了刀，他抓住了鸭舌帽男的刀，并在现场捡到了那个护身符。他们2人的命运又开始逆转，鸭舌帽男又找到了那个女孩。他们现在正处在恩英编剧的家里。恩英接到了那个女孩的短信，因为《鬼神之爱》这部剧本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房门外又出现了一个穿白衣的女人。殊不知鸭舌帽男子正站在他身后。与此同时，导演李承中来到了恩英的家，但他按了很久的门铃，恩英都没有开门。然后他遇到了以顺，承中对以顺说，他是《鬼神之爱》这部剧的导演，但他从未听说过编剧中有以顺的名字。这意味着恩英欺骗了以顺，让以顺代写剧本却不给他名分。以顺突然想起恩英曾苦苦哀求他，请求他把剧本交给恩英。以顺因此非常憎恨这个恶劣的女人。他在海报上看到了开拍的预告，感到委屈的以顺独自默默哭泣。他独自一人前往母亲的墓前，他母亲曾告诉他，到了34岁，他的运气将会好转，明天就是他34岁的生日。但他仍感觉困难重重。同时，毕利和助理为了拍摄户外综艺节目，也来到了这片山区。他们努力寻找剧组，却找不到，却偶然发现了一家民宿。民宿里的算命老人突然说出许多令人困惑的话，周围的道路都被封锁了，四周被黑暗笼罩。老人查看了毕利的生辰八字，说毕利本不应该是活人，他24年前就应该已经死了，现在却活得好好的，声称毕利今天午夜将会死去，并且提到8年前因为一个女人，毕利差点丧命。毕利回想起8年前的火灾，只有这样他才得以生存。毕利认为老人脑子有问题，便和助理急忙离开了民宿。这时以顺突然灵感涌现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山体滑坡的画面，他立刻开始构思第2集的结局，但他的电脑却怎么也打不开。就在他祈祷的时候，一道紫光飘过，电脑竟然开机了。以顺灵感迸发，不断地写着剧本。与此同时，毕利和助理刚好钻进车里，突然附近发生了山体滑坡，毕利和助理被埋在了土里。他们俩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泥土不断地涌进车内。此时时间是晚上11点56分，真是太奇怪了，这位女编剧所写的剧本在别的地方竟然正在上演。此时2处的苹果树，一棵迅速枯萎，另一棵却在不断生长。以顺写完小说正要离开，
他的车导航突然一闪，路线从右边变到了左边。开着车发现这是条死路，以顺看到了露出的反光镜，他拿起铁锹开始挖掘，使劲挖了好几分钟，最后用撬棍撬开了车门。推开车门后，时间恰好是晚上11点59分。以顺把毕利从泥土中拉出来，毕利紧紧抓住以顺的衣服，不小心扯掉了衣服的一块，说车里还有人后就晕过去了。这时救援队已经赶到，毕利梦见了前女友罗岩，但梦中的女人转头竟是以顺。他在病房中惊醒，看到助理也躺在旁边，幸好都没大碍。毕利又想起老人的预言，他准确预测了这场灾难。经纪人说救他的应该是个男人，哪个女人能撬开车门啊？另一边，以顺拿着护身符，对比自己小时候的照片，竟然长得一模一样。照片背面还有自己的名字，原来这是自己的护身符。以顺高兴地戴在手上。突然在电视上看到毕利的新闻，他手里拿着的正是自己衣服上的那块布，正好借此机会去找毕利。陆丽第二天要去拍化妆品广告，突然助理冲进来，脸上满是痘痘。医生告诉他们感染了鸟类病毒，因为山体滑坡的土壤有毒，这种病得花一段时间才能治好。毕利这时回想起《鬼神之爱》的剧本，第1集竟描述了他8年前被前女友罗岩几乎害死的整个过程，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如出一辙，吓得毕利立刻扔掉了剧本。李承忠导演告诉以顺，帮他争取到了这次编剧的机会，只要毕利看了剧本并同意，他就能成为正式编剧。顺觉得自己的好运即将到来。之后顺来到游历公司，在电梯里遇到了一道白光，没想到是毕利走了进来。顺想给毕利留下好印象，但毕利想起了以顺，就是那晚裸手接刀的高手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急忙让助理挡在以顺前面。冲出电梯后，他向毕利解释自己是编剧，吓得毕利一直往后退，直到李导演来了才说明白。毕利看完《鬼神之爱》剧本的后半部，竟和他昨晚的山体滑坡完全相同。剧本里的女主角是罗岩，正是他的前女友，而且剧中的火灾和他8年前经历的一模一样。他不会同意这个剧本。当以顺追到电梯口时，突然一只手把他推了出去。仔细看，这3个男人正走着，一个女人一直在后面追。以顺看着毕利他们进电梯后，赶紧把包扔了进去。毕利又一脚踢了出来，突然一只黑手推了毕利一下。顺急忙向毕利解释自己会修改第2集的剧情，但毕利说以顺是他见过最差的编剧，怎么能根据演员的意愿随意修改剧本？以顺听后无法作答。当李承忠把以顺送回家后，他却看到自家的苹果树竟然开花了。顺觉得好运即将来临，决定重新修改剧本，再找毕利。毕利回家后，他家的苹果树竟然一夜之间全部腐烂了。随后助理接到了美国的电话，他的另一部电影被导演取消了。回家的以顺开始修改剧本，又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。灵感爆发的以顺开始疯狂地写作，写下了一个人气编剧被杀害的情节。作为第2集的结尾，一个穿白衣的女人把剧本扔到了地上，恰好被毕利看到。这是《鬼神之爱》第2集的剧本。毕利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开始看第2集的剧本。剧本里的罗岩让他非常感兴趣。当他看到最后一页时，那页纸突然飞出去了，因为椅子卡在地上，毕利只能把头伸进椅子下面去捡剧本。突然椅子的支架从直的变弯了，毕利恰好卡在椅子里出不来。修改好剧本的以顺站在门口，他本来很害怕，不想进去，但是一个声音一直在说进去。突然门自己开了，以顺只好走了进去。外面车里还有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在监视。毕利转头一看，吓了他一跳。他只希望以顺现在能救救他。而另一边的李承忠在家里一直在画一个人影，因为他天生能看到鬼魂。而以顺的家里就有一个女鬼。此时的以顺怎么都拉不出毕利，他找来锯子开始锯椅子，让毕利看他修改后的第2集剧本。顺向毕利介绍了剧本的内容，把山体滑坡的情节改成了编剧之死。以顺在短短几分钟内把椅子的4条腿全部锯断了。此时的毕利质问以顺，罗岩到底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以顺这才知道自己写的罗岩竟然是一个真实的人。他立刻感到房子里有些阴森，告诉毕利房间里可能有女鬼，为什么他会无缘无故卡在椅子下？以顺转身就要离开，毕利拉住了以顺不让他走。以顺突然绊了一下，摔倒在地上，毕利刚好扶住了地板才勉强撑住。此时新闻正在播报编剧恩英的死亡消息，他的尸体被发现在山脚下。只是因为以顺觉得第2集需要有人死亡，所以就把人气编剧写死了。毕利对以顺提出质疑，这是一起刚发生的凶杀案，而吴以顺刚刚写下了这个凶杀案的剧本。此时以顺也感到困惑，突然毕利的女友雨儿走了进来，毕利一个没站稳，直接亲到了以顺的嘴上，吓得以顺赶紧推开毕利逃跑了。毕利立刻开始检查家里的监控，查看那个剧本是谁放在家里的。通过监控导放可以看到，是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。因为以顺的右手受伤，所以这个女人不可能是以顺。一旁偷听的雨儿震惊了。第2天，毕利的行程是去金光酒店参加慈善时装秀。鸭舌帽男子也收到了一个传真，里面写着毕利今天的行程。一束紫光又飘到了以顺的手机上，
以顺竟然收到了恩英发来的短信，让他去一个公寓的楼。以顺竟然开车来到了金光酒店，在时装秀上，毕利突然开始头痛欲裂，抬头一看，竟然看到了恩英。他只给经纪人看，但是没人看到他。毕利赶快追了出去，喊着恩英的名字。另一边，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拿着棒球棍，慢慢走到了一个面包车前，直接对着前挡风玻璃疯狂捶打。这时毕利已经追到了5楼，助理赶紧打电话告诉他，这家酒店是8年前发生火灾的地方。毕利赶快想离开这里，但似乎有个穿白衣的女人一直跟着他，高跟鞋的声音不断环绕。毕利回头一看，他的前女友罗岩竟然坐在高处，吓得毕利赶紧跑了。他直接冲出了门，竟然到了高楼外面。他抓住抖动的梯子继续爬。天开始下起大雨，幼年的以顺感到无奈，明明是恩英发来的短信，但找不到他的身影。他告诉了李承忠导演，说他收到了恩英的短信，但李承忠根本不相信，恩英已经被官方宣布死亡。可是一看手机，短信已经不见了。承忠却注意到周围的异常，就在毕利快要爬到楼顶时，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走了过来，他一脚踩在毕利的手上，毕利失手掉了下去。以顺正开着50红光道车，恰好接住了掉下来的毕利。毕利被以顺拉到了他的家，他从车上滚了下来，然后他接到一个电话，私家侦探找到了救他的人，那个人就是吴以顺，名字正是吴以顺，而且以顺身上缺失的那块布，正是他扯下来的那块。以顺是能挡住他厄运的女人。这是公共场合，他拉着以顺准备带走，准备了解整个情况，但他低估了以顺的力气，这一拉差点让他腰伤加重。他忘了自己刚从楼顶摔下来。回到家后，绝让毕利躺在地上休息，他看着自己的剧本，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写。耳边突然响起嘈杂声，被吓得直接关闭电脑。他趴在桌子上，又有一道紫光飘过来，电脑竟自动开机了。这是一道诡异的紫光，它慢慢飘到了电脑上，电脑自动开机，键盘开始自动打字。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是，在神的家门外，一个窗外的女人正望着破碎的玻璃窗。紫光再次飘出，直接落在一个神婆身上。此时经纪人和助理正在看算命，因为毕利最近运气特别不好。神婆告诉经纪人，8年前他破坏了毕利的婚姻，现在他必须重新建立一个缘分，而这个人必须是掌控大地的女性。那个女人就在这附近。助理和经纪人走到街上，将毕利比作南方的朱雀，玄武恰好是乌龟五金店，右边是自虎超市，左边是青龙摇摇乐，这里形成了一个大环路。那个女人就在附近。此时毕利终于醒来，他仔细地为以顺包扎手伤，并表示他已经知道以顺就是在山体滑坡中救他的人。为什么他不早告诉他？以顺觉得那样做不合适，好像是用这件事来威胁他，要他去拍这部剧。但因为剧本的问题，他不想参与这部剧，于是他打算买下以顺的剧本，用金钱来报答他救命的恩情。既然他能预测事件，不如开个算命店。以顺嘲笑他是个胆小鬼，他会找一个有勇气的演员。回到家后，经纪人给毕利一个戒指，建议他现在就和以顺结婚，只有以顺能阻止他的厄运。毕利最近的所有广告和电视节目都被取消了，他的生命不断面临危险。以顺回到家，看到电脑上的内容，这些内容他从未写过，他急忙去找毕利。出门碰到李承忠，李承忠还没开口，以顺就开车离开了。承忠坐在以顺家门口，恰好有2位老人在下棋，他向2位老人询问，这棵树为何看起来不像苹果树，但为什么还是叫它苹果树？大爷解释了这棵树的由来，原来多年前以顺突然生病，算命的让他父亲挖掉院子里的苹果树，挖开一看，发现2棵树的根是连在一起的，健康的那棵树把枯萎的树的养分全都吸收了。以顺的父亲砍断了树根，然后用火烧掉了健康的树，但是突然吹来一阵风，火星飞进了算命师的眼睛里，那棵树又重新开始生根发芽，慢慢的长成了现在的苹果树。说完这些，2位大爷就消失了。这时毕利向以顺道歉，他原本想用美男计接近以顺，但以顺避开了他。偶然间，毕利注意到以顺手腕上的护符，他说那是自己的，要抢过来，但以顺说那是他父亲给他的。原来20多年前，是以顺将护符借给了毕利，他说自己不会再生病。毕利这才意识到以顺就是那个当时的小女孩。突然家里的玻璃开始碎裂，一个穿白衣的女人出现在门口。小女孩当年借给了那个男孩护符，没想到自己却倒霉了20多年。毕利终于认出护符的主人，竟是眼前的以顺。家里的玻璃不断的碎裂，窗外又有一个穿白衣的女人经过，她出门时正好被赶来的程中看到。毕利问以顺，这一幕也是他编的剧本吗？以顺想了想，确实是电脑那晚自动写的。他正要解释，毕利却开始言语攻击。以顺一直在跟毕利解释。这时程中走了进来，他让毕利管好自家进出的那个女人。随后毕利叫来警察调查，玻璃是自然破裂的，没有人为的因素。毕利拿着那个护符，他又去找以顺，发现以顺开车来到了墓地。毕利慢慢跟上了以顺。以顺哭着对他妈妈说，他真的不能再写那个剧本了，他写的内容都变成了现实。这些话让毕利感到困惑，他转身离开了。突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，
毕利回头一看，是之前的那个算命大爷。大爷对毕利说，因为他活下来了，有人正在慢慢死去。毕利想到了以顺。第二天他再次找到以顺，帮以顺修剪了头发，告诉他将参演《鬼神之爱》，但以顺必须住在他家，在他监督下写剧本，这是为了报答他的守护符之恩。他意外发现以顺额头上的伤疤，以顺急忙跑了出去。毕利回家整理了房间，为以顺准备了一个粉色的小屋。以顺在家里开始修改剧本，他改变了故事的走向，在第4集中把一个人气编剧写活了。第二天，他们发现的尸体变成了恩英的助理，就是第1集中被追求的那个女孩。恩英的情况从被亲吻变成了失踪案件。以顺看到新闻后松了一口气，他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到毕利家。城中看到了这一幕，城中强烈反对以顺和毕利同住，他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该住在一起。城中立刻去找毕利，告诉他以顺不可能和他住在一起，他要求毕利搬出去，然后拿出了房地产证书。城中随后找到了以顺，这时以顺的发型已经改变了。当他们俩聊天时，外面传来了嘈杂声，原来是毕利上来了。他买下了以顺所在的房子，打算住在以顺的楼上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待在一起。城中看到后也决定住在这里，但毕利不同意了，因为他已经买下了这个房子。正当毕利得意洋洋时，那女人一脸无语。城中转头一看，毕利竟然不见了。毕利此时正被地板的破洞卡住，由于体力不支，他最终掉在了已绝的床上。晚上，毕利搬了一个折叠床，直接住在以顺的上铺，看着他写剧本。顺询问毕利关于守护符的事，让他赶紧还给他。毕利却说已经弄丢了，但他手里还紧握着那个守护符。顺说自己小时候家境贫寒，父亲在工地搬砖时，天上飘下来一张纸，从此以顺开始写剧本。毕利的妈妈从小就离开了他，长大后他终于找到了妈妈，一个小女孩跑到他妈妈身边，他决心成为一名演员，希望妈妈能在屏幕上看到他。他们不能触摸，不能交谈。没想到毕利的妈妈收养的那个小女孩就是以顺。第二天有新剧的发布会，一束紫光落在以顺身上，他又想起了鸭舌帽男子的事。一个男人走了过去，引起了以顺的注意。在发布会上，以顺的胳膊上突然出现了红字，他怎么擦也擦不掉。宣布婚讯的时候突然倒下，他看着毕利准备邀请雨儿上台，脑海中浮现他宣布婚讯被枪杀的场景。正当毕利要开口时，顺赶紧跑上前说他是和毕利结婚的人，然后抓住了他的脸，他那火红的唇印在了他的嘴上，这让毕利完全懵了。杀手把手枪收了起来。此时媒体疯狂拍照，毕利捂着以顺的脸离开了现场，结果当天就登上了热搜榜首。在回家的车上，以顺向毕利解释他预见了未来，如果毕利宣布婚讯会有人枪杀他，但是毕利说自己拉雨儿是宣布他要加入剧组，生气的甩了甩衣服，守护符却掉在车上了。同时一个男人把一套资料交给了雨儿，资料里包含了以顺的所有信息。原来8年前以爱就住在毕利隔壁，那是毕利家发生火灾的时候。随后他给毕利打了电话，以顺也捡到了那个守护符。毕利收到雨儿发来的照片后，他想起了自己曾被电晕，他把乙从车上推了下去。义顺刚下车就捡到了1万元大钞，他拿着钱去超市购物，结果成了超市的第位客人。他获得了一份大米，他提着大米独自回家，没想到门口遇到了李承中。以顺急忙告诉他自己今天的幸运。程中接过大米差点扛不住，但以顺却觉得很轻松。程中告诫以顺不要再理会那些预言，那会让他陷入危险。那个未遂的杀手以为以顺认出了自己。自从毕利失去守护符后，他的车胎又爆了。雨儿告诉毕利，8年前的火灾可能是以顺策划的，他当时就住在隔壁，而且现在把这件事写进了剧本，这让毕利非常愤怒。深夜，程中找到了以顺，他来看望以顺写剧本。突然一道紫光飘过，引起了程中的注意。以顺耳边响起了奇怪的声音，声音在指导他写剧本。程中急忙赶过来，看到以顺没事就离开了。以顺写剧本突然灵感全无。另一边，毕利决心查明那天鸭舌帽男子的事，他让金光酒店的人恢复监控。以顺也来寻找灵感，但是那是同一个监控头，拍摄人与不拍摄人时角度居然不同。毕利让经纪人和助理去调整监控角度，他们俩搭乘人梯调整着摄像头。这时安保人员突然指向监控屏幕，毕利看向监控，监控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，这让他吓了一跳。他让经纪人和助理快回来。当他们准备下楼时，电梯自动上来了。他们向前走时，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衣女人，吓得他们赶紧跑了。回到家后，助理和经纪人额头贴着符咒，是为了防止那个白衣女人。通过他们的对话，毕利才知道以顺真的猜到了他将宣布结婚的事。难道以顺真是个神算子？回到家的以顺突然灵感涌现，他连夜完成了《鬼神之爱》剧本的1集。他把剧本交给了导演李承中。毕利将酒店的监控录像交给承中，让他确认带鬼的监控是否是伪造的。能看见鬼的承中当然说是伪造的。他在视频中放大，竟然看到了恩英的身影。毕利带着剧本找到了以顺，
因为以顺在第5集剧本中写道，杀害毕利的鸭舌帽男子是他的一个亲近的人。毕利追问这个人究竟是谁，以顺却说这是他想象出来的。毕利他们离开后，以顺的耳边又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声音不断地告诫他不要回家。他急忙追上了毕利，告诉他千万不要回家，会很危险。这时警察来了，带走了以顺。因为恩英失踪的那晚，有人看见以顺就在附近。程中来到了以顺家，他想和以顺家的鬼魂了结。那道紫光一直在帮助以顺写剧本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而且是否与毕利有关？突然，一个电锯飞向了程中，他闭上了双眼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天空中突然掉下一个女人，那居然是毕利的妈妈。这个能见鬼的男人被从天而降的女鬼吓了一跳，这女鬼正是毕利的妈妈。女鬼告诉程中他是阻挡不了的。此时警察在询问以顺，为什么他会在恩英失踪的当天出现在现场。以顺说那时有个男人用刀刺伤了他，但警察并不相信，因为以顺是编剧。这时毕利帅气的出场，他走路带着一股风，他说他可以证明他当时和以顺在一起确实有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。以顺这才知道毕利就是那个头套男。毕利顺利地将以顺从警局带出。毕利开始逐一查找自己的朋友，想找出是谁想害他。首先是一个健美操教练，以顺用口罩做了个比划，确认不是那个男人。与此同时，在别处，雨儿又让人拍了照，拍下了以顺被警察带走的照片。毕利刚把以顺送回家，以顺又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毕利说他也听到了，他指了指，原来是那群小孩又在玩摇摇乐。之前是以顺让人改造的。毕利说他会把游戏机给以顺，然后竟然带走了护身符。到了晚上，程中非常担心以顺，又来到以顺家看望他。他说以顺几次救毕利都是他自己选择的，但希望以顺不再写鬼神之爱。与这部剧本有关的编剧，一个已经死了，另一个失踪了。以顺说自己无论多危险都不会害怕。第二天，新闻上满是剧组打算更换新编剧的消息，因为以顺被警察带走的事情上了热搜。这一切都是雨儿的策划。以顺立刻赶到了剧组，是因为李成忠导演要换编剧，他不希望以顺再受伤害，这让以顺感到很受伤，又失落了。失落的以顺离开了，不幸的他撞到了梯子，一桶红色油漆泼到了他身上。程中回想起以顺之前的话，以顺回到家，正在擦拭自家的大门，门上被人涂鸦，写着他是杀人犯。这时毕利抓住了他的手。以顺洗澡时，毕利又把守护符放回桌上。泡澡时，以顺突然灵感涌现，他打电话告诉毕利，客厅里电磁炉在煮水，听到了尖叫声，有个男人在客厅持枪瞄准。毕利告诉以顺他不在家，所以没有危险。毕利刚回到剧组，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他还有个朋友叫东哲，他和毕利关系不好。毕利突然慌了，他和助理在剧组走动时听到了尖叫声，原来是女演员在练习尖叫。此时他在客厅看到了烧水的电磁炉和女演员的尖叫声，原来剧组就是以顺说的。家里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正持枪指着毕利，走廊里响起了枪声，他刚刚遇见了一起枪击事件。他到了医院，从按电梯上楼到走向病房的场景都在他的剧本中。当以顺见到程中时，毕利被枪击，现在仍在昏迷中。鸭舌帽男子摘下了口罩，果然是他的朋友东哲。东哲说只有毕利死了，他才能重新开始，然后对毕利开枪。被抢救的毕利睁开了眼睛，居然看到那个大爷就在自己面前。大爷将他带入了自己的世界，说是因为毕利将守护符交给了以顺，他才会遭到枪击。如果想要生存，就必须夺回守护符。以顺回到了自家，恰好遇见程中在家门口。程中向以顺讲述了外面苹果树的故事。以顺就像那棵苹果树，好运终于降临到他身上，而另一棵树即将死去，最后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。以顺这才意识到那个人是毕利。他去医院寻找毕利，竟然看到了失踪的恩英。恩英向警察表示自己被囚禁在地下室1个月，表情非常恐惧。以顺对恩英的出现感到困惑。当他回家时，朋友发现他刚买的彩票中了1亿，以顺却将彩票吞下，他想要切断自己的好运。此时医院中的毕利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道光亮，是以顺站在黑暗的尽头，他慢慢向以顺走去。经纪人回头一看，发现毕利已经醒来。毕利立刻确认以顺的安全，他看到枪击自己的是东哲。经纪人坚持要报警，但毕利决定亲自和东哲谈谈。此时又回到了医院，毕利决定继续装昏迷。以顺注视着此刻的毕利，本来一直倒霉的是他，但毕利的出现让他勇敢面对真实的自我，使他能够面对这个世界。但在这次枪击事件中，他没能帮助到毕利。他取下了自己的守护符，放在了毕利的手上，就像20多年前那样。那时小女孩借给男孩守护符，毕利一醒来就追了出去。出了医院后，以顺已经开车离开，毕利急忙开车追上。以顺开车直到天黑，他下车后又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召唤他。尤利此时也来到了这里，毕利在这里回想起与东哲的往事，他们曾经非常亲密。以顺跟着声音走到了一扇门前，突然听到东哲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东哲发现了以顺，以顺随即与东哲发生了打斗。这时毕利恰好赶到，
他们联手，最终使东哲逃走。警察在东哲家中找到了大量证据，还有那个囚禁恩英的仓库。以顺回到家后，发现毕利正等在他家门口。见到以顺，毕利非常开心，又把守护符带回以顺身上，轻抚着以顺泪流满面的脸。他们缓缓靠在一起，两个命运多舛的人站在了一起。毕利不忍心让以顺继续倒霉，他将守护符戴在以顺身上，轻轻触摸着以顺的脸，感情越发深厚。以顺慢慢靠近毕利，原来以顺晕了过去。毕利急忙找医生来治疗以顺，医生说以顺受到了极大惊吓，需要好好休息一晚。以顺对毕利说，其实他早已知道，他就是小时候那个小男孩。他非常高兴，毕利一直戴着项链过得很好，这让毕利回想起小时候，他的运气刚开始好转，却被母亲抛弃，长大后似乎把周围人的运气都吸走了。好友东哲原本是电影主角，却意外地发生了事故，电影主角变成了毕利，他逐步走向人生的顶峰。现在将守护符还给以顺，他也感到了安心。他们相互安慰。城中听说以顺晕倒后来到了他家，他还在发短信，却看到毕利的车停在门口。城中查看手中购买的药物，然后默默地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毕利精力充沛地复出，开始了新剧的拍摄工作。拍摄期间，毕利约见了城中，他请求城中让以顺重返剧组。城中提出了一个条件，只要毕利不再靠近以顺，以顺就可以重新当编剧。雨儿打电话告诉恩英，以顺将重新成为编剧。恩英回忆起过去，他和以顺一起编写剧本的日子，以顺每次都能源源不断地写作，而恩英却写不出一个字，情况就像我在家写文案一样。此时，毕利非常担心以顺，再次去他家门口看望，看到以顺在家中高兴地跳舞，想着可能是城中告诉他可以回剧组的消息。但回到家后，突然有人出现在他的家，说要在这里写剧本。毕利询问以顺家里的人是谁，以顺却说自己也不清楚。毕利想到对城中的承诺，急忙让以顺回到自己家。不巧的是，刚到家门口，毕利让以顺赶紧躲起来，只要他躲起来就可以留下来写剧本。城中对毕利说，这个房子的租期只剩1个月，他作为房东下个月要搬进来。而以顺躲在沙发后面，毕利想买下这个房子，但城中坚决不卖。城中态度坚定地离开了。晚上，毕利陪以顺一起写剧本，他们依偎着入睡了。第二天，以顺的朋友路过他家，居然看到还有人在以顺家跳舞。雨儿来找毕利时，刚到门口，看到毕利正在送以顺出来，嫉妒的雨儿踩下油门，直冲向以顺。以顺机敏地躲开了，雨儿随即驾车逃离。此时逃亡中的东哲，不断有被他杀害的助理跟随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跟踪。东哲害怕地给毕利打电话，请求毕利赶紧救他。随后被女鬼慢慢拉入大海。以顺在家看到恩英上了电视，恩英声称自己是《鬼神之爱》的原作者。在之前的回忆中，东哲和恩英原来是一伙的，他们联手杀害了助理。红丽站在大海边，四处找不到东哲的踪影。以顺向毕利报告，现在应该没事了，他们两个终于在一起，总有一方会受伤，所以以顺取下了守护符。以顺将守护符扔向大海，两人相视而立。